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更新的这款呢，它叫关南狮，也是一个方形的堆积抱抱。那这款发型呢是1963年创造的，当时呢也被誉为最美丽的线条。然后这款发型在10几年前的时候，我们沙龙当中是非常火爆的。我们能看到每个沙龙里面经常会剪到这款发型，也就是很多人看到的一种方形堆积抱抱的一个裁剪。那通过今天我们把它裁剪的过程当中呢，大家能看到很多的技术的演变，整个发型的形体啊，以及它的堆积层次。在我们现在的裁剪过程当中，依然还可以给我们带来这种很多的启发。那现在我们把它裁剪出来，大家认真观看。那这款发型的裁剪呢，是要先剪 A 技术，再剪 B 技术，再剪 C 技术，也就是这个发型的组合呢，由 A 到 B 到 C 的一个演变。所有的头发在自然垂落的时候，我们先剪一个0度的方线条，然后呢，再去建立它的一个层次。好，我们头发打湿以后呢，确定一下我们的头位是与地面水平的状态，这样子呢，方便我们去控制头发的形状以及我们的角度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把中轴线分开，然后去找到我们黄金点的位置，去连接我们的前侧点。我们先把呢前侧点第一区动感区的头发呢，给它分出来。把我们的动感区、U 型区分出来以后呢，继续的梳过来。现在呢，找到我们的枕骨点的位置去连接我们的耳点。那现在这条线呢是一个斜向前的，大概只有15度的一个角度，分出来，这是我们的后部区。另一侧也是一样的，找到我们的枕骨点去连接我们的耳点，将我们亮感区的头发呢，给它分出来。好，现在我们能看到呢，我们头发分出3个区域：静态区的头发、亮感区的头发和动感区的头发。那下面呢，第一层静态区的头发，我们剪0度的线条，一直到我们的亮感区域，这里头发呢，先建立0度方形线条。好，现在我们把头发梳到自然垂落，从线分开，分出我们的第一片发片。这里的裁剪呢，和我们方形线条的裁剪是一样的。我们分出第一片头发呢，大概是1厘米到1.5厘米的宽度，然后给它做一个拱桥的划分线，将这里的发片呢，给它梳干净。好，夹起来，把所有的头发呢梳到自然垂落，然后0度进行去裁剪。好，梳下来，确定一下我们的长度，梳子摆成与地面是一个水平的一个角度。我们从中间开始下刀，长度的话大概是在2到3厘米的位置。好，我们剪出第一片头发，继续的剪我们的右侧，梳过来，梳到自然垂落。保证梳子与地面是水平的状态，与我们的导线做连接。剪左边的时候呢，如果我们的手位控制不好的话，可以先放长一点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一刀，我们的引导线。继续的向上去延伸我们的第2片发片，还是一个微微的斜向前的一个拱桥的划分线。继续的梳出来。参照面呢还是我们的正后方，在这里我们把头发呢梳到自然垂落，梳子摆成0度水平的状态下。外侧的头发呢，转角线以外的头发呢带至我们的转角面，将我们的后部的方线条呢直线的延长。好，继续的梳到自然垂落，不要给头发施加太大的张力，0度的线条。是的，梳下来，梳到自然垂落，0度。看到导线再下刀，梳子一定要摆平。好，继续的将我们转角以外的头发呢
梳至自然垂落以后，转至我们的转角线以内，确定了我们的引导线以后呢，将它零度减掉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后部区建立0度的方形底线。现在呢，继续的向前去延伸，将这里的发片呢，直至剪到我们的浅色点的位置。现在我们的发片呢，还是向上1公分的位置呢，斜向前去连接我们的侧角点。好，现在呢，还是把头发呢梳到自然垂落。在我们的后部区呢，做0度水平的裁剪，导线在底下，所以我们每一片头发呢都看清导线在下刀。好，现在呢，在我们的侧部面，把头发继续的梳到自然垂落的时候呢，看清楚我们的引导线，进行去裁剪。在剪到我们耳朵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一定要释放它的张力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可以将耳朵上面头发呢压一下。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的头发呢，注意梳子摆成还是与地面水平的状态，保证我们前面张力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略微的压低一点点就可以了，不要剪成三角啊，它还是一个方的线条。好，梳过来0度。还是一个方的线条。继续分出我们的发片。好，梳到自然垂落，0度。到我们的侧部面，继续的梳下来，注意我们的张力。看到导线在下刀，前面这里歪线的地方呢，略微的压低一点点啊，保证我们这个外侧剪完不会上扬太多。好，这样剪完以后，我们能明显的看到由后到前的一个水平的方线条，0度的裁剪。继续的梳到它自然垂落的位置，水平。前面呢，梳子略微的压一点点。好，这边呢，我们能清晰的看到0度的方线条由后到前剪过来。现在我们去剪我们的另一侧，头发梳到自然垂落，然后继续的沿着我们的刚才的划分线向上延伸1公分的位置去连接我们的侧角点。这里分出一条水平的微微斜向前的划分线。好，我们把它夹起来。同样是从后区一直剪到我们的侧部面，到现在我们的静态区的位置。好，继续的我们的梳到自然垂落，梳子摆成与地面水平的状态，看到我们后面的导线在下刀，继续的梳过来。注意我们的张力，梳子可以略微的向前压一点点。好，这样我们剪过来以后呢，我们能看到是一个水平的方的线条，头发会有一些张力。当我们吹干的时候呢，这些头发会稍微的往上
深一点，也就是它会短掉一点，它张力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现在有一点下压的线条啊，吹干以后呢，它应该是一个水平线。好，我们继续的向前去延伸我们的第二片发片。从我们的后面剪至我们的侧面，梳下来，梳到自然垂落。看清楚底下的导线，然后再下刀。好，继续的压一点点我们的切口。好，我们梳好以后，继续的看清楚我们的引导线。压一点点我们的切口，最后一片。好，梳到它自然垂落的位置，0度。压一点点我们的切口。好，现在我们建立了一个方形的比较厚重的一个线条。那接下来我们再去剪它的层次。那我们还是同样还原出我们刚才所剪的分区，找到我们的枕骨点去连接我们的耳点，在静态区的地方呢去剪我们的层次。枕骨点的位置去连接我们的耳点，将这个区的头发呢给它分出来。好，继续的。枕骨区的位置，连接我们的耳点。好，夹起来。好，现在我们在这个后部区呢，去制造我们的方形堆积层次。那在枕骨区以下，我们的头发的裁剪呢，是一个微微的斜向前的一个偏放射的划分线，这样呢，头发的移动感会更强。好，我们现在从中轴线分出我们的第一片。那这里的划分线我们能看到，有点向前去放射。好，继续的分出我们的发片。这片头发呢，在我们的中轴线的位置啊，也就是在我们的颈点。好，现在我们分出这片头发以后呢，第一片是我们的参照面，也就是我们这个发片的最短的这一片，它在最中间。所以这一片头发呢，我们去建立它的导线，角度呢是45度进行裁剪的。好，转至这个面。现在我们拉起来，发片的角度呢是朝下的。那注意我们的剪切口呢也是一个45度，所以我们的首位呢是一个45度的朝内斜的一个切口。注意我们的指缝对准的是发片的中间，啊，这一片头发是原位的。那为了不挡机位呢，我下刀这么去裁剪。剪的时候注意保留我们底线，不要被剪掉。所以我们保留的时候呢，外线呢可以稍微的放一点点，大概1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，不要去剪掉它。继续的做一个放射的划分线，将这里头发呢给它梳出来。剪方形，所以我们第二片头发呢略微的往第一片上面去靠一些。我们把发片呢梳起来，找到我们第一片头发的引导线，那这一片头发呢带到我们的第一片头发的位置。手指的摆位还是45度，发片的角度呢也是45度。进行去裁剪。
好，继续的斜向前。这边头发呢已经到我们转角线以外了，所以我们带的发片呢一定要观察好，千万不要把它带的太少了。将我们的第3片头发呢带到我们第2片的位置，手指依然摆成45度，看到我们的引导线再下刀。最后一片头发带至转角线以内，好，找到我们的引导线，将它剪掉。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得到一个45度的切口。好，梳下来以后呢，我们能看到头发的层次由高到低向前去推动。我们裁剪另一侧。继续的分出一个微微向前走的放射的划分线。这片头发呢，在我们颈侧点的位置上。发片还是不要分得太宽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梳起来，发片角度45度，2带1。第2片头发呢，带至我们的第1片，找到我们的引导线，开始裁剪，保留我们外线的长度，外线是剪不到的。继续的放射的划分线，3带2。转角线以外的头发呢，带至我们转角线以内进行去裁剪，手指的位置还是45度，看到引导线再下刀。好，继续的最后一片，依然还是带过来，带至我们的转角线以内，找到我们的引导线再下刀。外线是剪不到的，在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外线它自己就会掉下来。好，剪完内部的层次以后呢，我们能看到后区它是一个方形的堆积切口。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非常明显的弧线的一个堆积落点，那这就是它的形线。这是我们的第1区，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向上延伸去剪我们的第2区。好，现在我们剪第2区的头发。第2区呢，我们用垂直的划分线，先分出我们的第1片中轴线的位置，我们把它头发呢给它夹起来，垂直的划分线，发片依然不要分得过于的宽大概是1.5在2厘米之内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这片头发呢梳起来，第1片还是在我们中轴线，所以我们原位提拉裁剪，导线在我们的底下，发片的角度呢还是45度进行去裁剪的。那我们剪完以后呢，能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堆积落点。好，我们现在呢把发片拉起来，角度是45度，导线在底下，拉过以后，我们的梳子就可以变成我们的尺子，我们能看到底下的导线，控制我们的切口是45度。好，拉出来第1片，与下面头发呢做连接。垂直划分我们的第2片发片，取出我们中轴线1片头发作为导线，然后呢，将我们的第2片头发呢带到我们的第1片的位置，2带1。好，找到我们的引导线，角度还是45度。与下面头发呢连接。垂直划分第3片头发，3带2，取出我们第3片头发，将我们的发片带过来，带到我们上1片的位置。那这边呢，我们能看到这边已经到我们的引导转角线的位置了啊。好，继续的梳过来，找到我们的引导线。每一片头发我们能清晰的看到导线。好，梳过来，继续的垂直划分线，将我们这片头发呢带至我们的转角线以内进行去裁剪，保证我们后部呢建立的是一个45度的方形。好，拉过来，角度还是45度。继续的梳过来，
继续的垂直划分线，同样还是带至我们后部的参照面。那这里的位置呢，全部带至我们的转角线。接下来前面头发呢已经剪不到了，那我们要把它全部给它带一遍，能剪到的都给它剪掉，剪不到就不管它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把它头发放下来以后呢，我们能看到45度的方形堆积的线条。头发落位下来呢，流向有点向前走，在后部区我们能看到非常明显的一个45度堆积的量感。好，继续我们呢剪另一遍。垂直的划分线，分出我们右侧的第一片头发。发片带至我们的第一片2:1，现在我们的指位是朝下的。垂直的划分线。3:2，现在这片头发呢已经到我们转角线以外了，我们要把这片头发呢带到我们的转角线以内进行去裁剪。好，梳过来以后，找到我们的引导线。这片头发呢，基本上就剪不到了。好，继续的带至我们的转角线，所有的头发都是以后部为参照面，在我们的转角线以内建立一个横向的直线的切口，带过来，把能剪到的呢都给它剪掉。这片头发呢，我们就剪不到它了。好，我们把头发梳下来以后呢，我们能看到外侧头发呢，在我们的面颊两边的头发呢是比较厚重的，还是0度的底线。在后区呢，我们已经把它剪成一个方形的堆积层次。那我们从后面去看的话，两边是比较饱满的一个形状。那它的堆积呢，在枕骨区的位置呢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枕骨区饱满的一个效果。横向去看一下它的切口，在我们的参照面以内呢，我们能看到这里是一个直线的方的线条，后部的方堆积。好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裁剪我们的动感区的头发。动感区我们能看到是从黄金点这个地方开始分割的。那有头旋的位置，也就是在我们的顶黄基准点的位置，有一部分头发是落在我们后区的，有一部分头发是落在我们的侧区的。那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把落在后区的头发呢拉至我们后部面进行去裁剪。那其他的头发呢做到放射的划分线斜向前，以侧部区的头发做参照进行去裁剪。好，现在我们把头发呢梳下来，梳到自然垂落。我们把中轴线的头发呢给它分开。好，中轴线分开以后呢，现在我们继续的，在我们的侧部去看呢，是一个垂直的划分线，将这个发片呢给它梳走。参照面还是在我们的正后方。现在我们的人的站位呢是在我们的正后面。那我们再去裁剪的时候呢，如果我们不想让后区的头发落位下来产生硬线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发片呢拉至转角，高于转角以上。来，大家能看到这个黄金点的位置就是我们的转角点。那我们的发片呢高于我们的这个转角点之上，头发落下来就不会产生很明显的硬线。
好，现在我们把它调整一下位置。高于我们的转角线提拉，在底下能看到它的引导线。好，我们把这片头发呢拉起来，这是中轴线的第一片头发。那在剪两侧的时候呢，由于它这两边头发呢它是比较扩散的，所以我们拉起来这片头发呢，拉高以后，带至我们转角面以后呢，我们的指尖呢略微的压低一点点，保证我们侧部区的头发呢剪完以后不会缺掉。这边头发呢，指尖抬高一点点，高于转角线提拉，在我们的参照面以内呢，剪横向的方形。好，放下来以后能清晰看到这里的头发落下来呢，与我们下面的层次呢，做的是一个比较吻合的一个形线的连接，但是呢，它会有一些层次不会重叠在上面，所以也就是我们高于转角线提拉的目的。继续的再剪出一片头发。这些头发呢，它会自然的往后走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垂直的画分线，将我们的顶黄基准点的位置的头发，继续的带至我们后部的参照面，可以比我们第一片横向裁剪的头发呢，略微再高出一点点。参照面是在我们的中轴线第一片进行剪出第一片。好，第二片头发梳过来。指尖抬高一点，压低一点。那这些头发我们剪完以后，我们能看到前面这些头发，它的落位已经不是在后面了，它会落在我们的侧部以及我们的前面。所以在这一头发呢，我们开始用到放式的划分线裁剪。好。我们依然将这缕头发呢往后带，现在我们能看到这缕头发呢，它的引导线，继续的跟随下面的引导线进行去裁剪。梳下来，有一些落在侧面的头发呢，我们就在侧部进行去裁剪。角度呢可以在15度，或者是只是我们前面剪的0度。落下来，在我们侧部面的头发呢，我们就在侧部将它剪掉。它两边头发的落点放下来进行去裁剪的时候呢，侧部区的头发是比较厚重的。我们能看到这里的头发的层次呢，略微的向前去推动，头发依然还有短推长的一个效果。好，最后一片，带至我们侧部面的导线的位置进行去裁剪。把它放下来以后，梳到自然垂落，看到我们侧部的引导线，继续的将这里的切口呢给它剪掉。好，这边就剪好了。我们这边同样的，我们开始做到放射的划分线。把片拉起来，找到我们后部区的引导线。
放射的划分线。这里我们能看到有点像三角的感觉。我们随着后部区所有的导线呢，把它剪完。所有的头发外线最后一片呢都是自然垂落，0度去裁剪它，这样我们侧部区的线条呢是比较明显的。好，我们把它剪完以后呢，在湿发的状态，我们能看到头发的一个流向呢，它有点向前去推的感觉。后区呢，堆积的效果比较的明显，整个发型的体积感和它的形体是比较漂亮的，它的这种立体感是非常的好看的。那我们现在把它吹干，稍微的去修饰一下。好，我们把它吹完以后呢，我们能看到这个方形的堆积形体比较的明显。现在呢，我们把一些厚重的地方呢，给它稍微的去调一下亮，然后呢，让它切口更柔和一点。那我们拉起来呢，还原我们当时裁剪的角度，45度，垂直进刀，将我们的发尾呢稍微的做一些柔和。我们当时怎么剪的，我们就怎么拉，还原我们当时裁剪时候所提升的角度。那这样子呢，更方便我们去柔和切口。这种头发呢，不要打得太薄，因为它呢体现的是这种形状的一种堆积感，它的立体感是非常好的。把所有的发尾垂直1公分进刀，这里是我们的侧脚点的地方这里的发量是非常多的，所以我们在侧脚点的地方呢，将底下头发拉起来，将这里的切口呢稍微的揉一下，这样放下来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比较的均匀。在打薄的时候注意，千万不要破坏我们的结构。好，那这款发型是直接可以给客人剪的，但是呢，我们也一定要观察客人的头型、头骨是否适合。那这种发型剪完以后呢，它的形体是比较宽的，立体感是比较强的。我们能看到，当我们的客人的头骨比较的窄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用到这种方形的堆积去扩充我们两边的一个转角面。所以呢，大家去使用的时候呢，可以使用我们后部区的一个效果，也可以呢单独拆分来使用。所以呢，我们学的是技术，并不是一定要将这款发型原版的搬到客人的头上进行去裁剪。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分析我们的素材、头型、头骨以及发质发量是否可以用到这个技术和形状。好，剪完以后呢，我们将这里的外线打薄完以后呢，我们将这里的外线呢梳下来以后，将我们的这些翘起来的表面上这些毛躁的头发呢，给它精修一下，让它看起来质感更好。毛躁的位置修掉一点，然后呢，去把它的内线调整一下。它这种堆积的线条呢是比较自然的，比较的流畅，头发的推力呢还是有点向前走的它会将我们的发片呢往前去推动，那它更有包裹我们面颊的效果，可以修饰我们的脸型。表面这些翘起来的发尾，
毛躁的地方呢，我们给它涂一下，让它看起来的光泽感更好。好，我们修饰完了以后呢，我们去看一下头发在梳到后区的时候呢，它向后包裹的这种感觉还是比较好的。然后放下来的时候呢，头发的自然流向呢有点向前走，它是一个内部结构的一个推动力。那这种发型其实它就属于一个组合型了。那这款发型组合的，它只是把技术上下做到一个组合，所有的内结构呢还是方形的内结构。我们能看到一个非常饱满的、具有立体感的一个效果。好，这款发型我们就剪完了。好，我们来复盘一下我们刚才所剪的一个内结构。那在我们的枕骨区以下用到拱桥划分线，和我们的方形的线条的裁剪步骤是一样的，一直剪到我们的侧部区，全部都是做一个水平的0度裁剪。然后呢，再用到枕骨区以下放射的划分线，剪方形45度。注意我们发片的移位移1片，2带1，3带2，把发片呢带到我们的第1片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是所有的切口是45度。在这款发型当中，我们要清晰的找到我们的角度还有在我们的黄金点以上，我们进行去提升裁剪的时候呢，高于我们的转角线提拉，这样呢，在我们的枕骨区后区呢不会产生硬线。那它自然吹干以后呢，后区的动感和它的包裹感比较的好。那我们能看到，在这一区的位置，头发向后去梳理的时候呢，向后走的这种包裹感是非常好的，因为我们后区的头发呢都是向后去提升的。那放下来以后呢，头发有短推长的推动力，所以呢，它的头发的流线呢呈现一个比较好看的完美的线条。那这种发型呢，只是让大家去知道了解它的一个流向以及发型所裁剪的理念。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呢，我们可以拆分来去使用，或者是用到我们某一个区某一个位置的这种的裁剪理念。好，那这款我们就到这里了。